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2022年英国人玩了一场让全世界看呆的首相快闪。1年之内，唐宁街10号换了3次主人，最离谱的是第2位利兹特拉斯，不是特斯拉啊，是利兹特拉斯。他在位只有45天，甚至没有熬过超市里一颗生菜的保质期。如果我们把这种走马灯式的换人频率放在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或者是放在拥有2000年朝代史的中国那通常意味着朝廷要崩了，兵变要来了，系统彻底要失控了。但神奇的是，英国人的超市照样开门，英镑照样结算，查尔斯王子照样剪彩是查尔斯王子不是老查整座大英帝国的机器甚至没有冒烟，更没起火。为什么？因为在英国，政府可以像生菜一样腐烂，但国家这容器被一套隐形的逻辑稳得死死的。上一集我们拆了美式民主，那套冲突驱动的民主系统依然记忆犹新。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个方向，英式民主，一套建立在绅士协议之上的系统。它不靠冲突制衡，而是靠默契和和解。它不追求效率，而是追求不翻车。但这套系统能复制吗？能装进老爷车吗？我们先猜再说。你说英国它是个民主国家吧，确实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制，300多年没革命。但我们仔细一看，没有成文的宪法，首相权力大到吓人，上议院还根本不是民选的，国王还在那坐着呢，这就很反常识了，对不对？世界上最早的议会制呢，是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今天，基本框架没有被推翻过。英国凭什么能在300多年里，虽然经历了无数危机，却始终没有系统性的崩溃呢？老查知道，很多简体中文世界的朋友看到英国有国王，日本有天皇，泰国有王室，心里会冒出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国家的人会允许王或者皇的存在？第二个问题来得更直接，那既然王和皇还在，他为什么说了还不算呢？对一个在2000多年皇权逻辑里长大，又生活在现代国家形态里的社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悖论。在我们的直觉里王这个位置一旦存在，那就应该是权力中心而存在但不掌权，本身就像一个逻辑错误。所以问题来了，如果王不是权力核心，那这个国家的真正权力到底安放在哪里呢？其实大多数中文语境里的误解恰恰就出在这里。很多人以为君主立宪是一种保留王权，限制一点点的折中方案，但真实情况刚好相反。君主立宪不是在保留王权，而是在把王权彻底给拆解掉。王还在，是因为他必须存在，但他说了不算，是因为他的权力已经被系统性锁死了。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没有权力的王，而是一个被精确改造的只剩象征功能的权力外壳。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拆的这套系统，它的核心不在制度文本里，而是在一套绅士默认的协议中。英国的民主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让上层之间不内斗。这听起来是不是政治很不正确？但这恰恰是它能跑300年的原因。英国政治的起点不是人民主权，这一点很关键。当我们今天说民主，脑子里出现的画面是什么？投票箱、公民权利、一人一票。但英国的政治系统从来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起点是一场妥协。1215年大宪章，太多的说法是说这是英国民主的起点，以为这是国王给了人民权利。老查的拆解并不是。大宪章是国王约翰被一群贵族逼着签的，这些贵族可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因为国王收税收得太狠，打仗也打得很烂，侵犯了贵族的利益，所以他们拿着刀告诉国王，你不能随便动我们财产，你也不能随便炸我们的人，你想打仗你得问问我们。这不是人权宣言这是一份利益保护协议。让我们再往前走，17世纪光荣革命，很多人以为这是一场人民起义，推翻了专制国王，它也不是。光荣革命的本质还是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联手，把一个不听话的国王给踢走了，换了一个愿意谈判的国王进来。没有大规模的流血，没有激进的社会改造，只是把权力重新分配了一下。国王保留了王位，但真正的权力被议会拿走了。这议会又是什么呢？是贵族、地主，后来的资产阶级坐下来谈判的场所，不是人民大会，不是广场集会，是精英俱乐部。让我们来看一下英国的议会结构上议院就是世袭的贵族主教，下议院是有产阶级的代表，不是无产阶级普通人、工人、农民、穷人，道歉，没你们的份。一直到19世纪，选举权还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很有意思是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1832年改革扩大了一点，1867年再扩大一点
1918年一战之后才给了部分妇女投票权，1928年女性才有了完整的投票权。大家看清楚时间线了吗？英国的议会制度从1215年算起，到1928年花了700多年时间，才让所有的成年人能投票。所以英国民主的真相是什么？它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做主，而是为了上层之间如何不内斗。国王和贵族不能老打架呀，贵族和贵族也不能老撕逼，资产阶级起来了也得给他们一个位置，那怎么办？坐下来谈，有规矩有程序，大家呢都守着点，这就是英国政治的底层逻辑。精英之间的长期博弈靠的不是消灭对手，而是让对手也有活路。用系统语言来说，英国的政治不是竞争性淘汰，而是协商性共存。每个派系都有位置，每次博弈呢都留有余地，每个决策呢都在考虑，下一轮应该怎么继续玩呢？这套系统的核心目标从来不是让最正确的人上台，而是让系统不要崩掉。但等等啊，这里有个根本问题，贵族凭什么能逼国王妥协？在中国的历史里，皇帝就是天子啊，权力来自于天命，而贵族士大夫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册封，所以在中国逻辑里，臣子再强也只是权臣，不是权力的来源。但英国可不一样，英国的国王从一开始就不是天命所归，而是诸侯推举。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和贵族本质上呢是契约关系，国王给贵族土地、头衔、保护，贵族呢给国王军队、税收和支持，这不是君臣啊，这是合作伙伴。所以当国王收税收得太狠，打仗打得太烂，贵族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违反了契约啊，我们有权重新谈判。大宪章就是一次契约重新谈判，光荣革命也是一次契约重新签订。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国王从来没有中国皇帝那种绝对权威，因为他的权力啊，从第一天起就是和贵族协商来的，不是从天那里拿来的。这才是英国政治的起点，这也是他为什么能长期妥协协商的文化基因。但这里又有个问题了，既然一次次限制国王的权利，为什么不干脆把他给推了，留个空架子在那儿图什么呢？而且国王自己不郁闷吗？天天被架空，还得笑着剪彩签文件，你这不是活受罪吗？答案啊，就藏在一个很现实的交易里。对贵族和议会来说，你国王必须存在，因为它是秩序的容器。大家想想看啊，如果把国王推翻了，谁来承担国家这个位置？老查说的啊，谁来承担国家这个位置？国家是个容器，是首相吗？那不对，因为首相一下台，国家是不是也得重新定义？这很危险。那是议会吗？议会每次也可以改选，那是不是国家要重新洗牌？这也太危险了。一旦国家这个概念和具体的执政者绑一起了，权力斗争就会变成生死之争。但只要国王还在，国家呢就有了一个谁都碰不到也碰不动的锚点。政府可以换，首相可以下台，政策可以推翻，但英国这个国家本身不会因为任何一次政治失败而崩溃。而对国王来说，虽然没实权了，但他呢也得到了一个极其安全的交易，你的位置永远稳，不用担心被政敌推翻，不用因为政策呢失败而背锅，更不用呢在战争中冒生命危险。只要你守规矩，只要你别乱来，你和你的家族啊就能一直体面的存在下去。王室有钱有尊严有地位，但代价是你必须接受你自己只是个符号。所以这么看，这就是个交易嘛。国王用权力换了安全，贵族用保留国王换了秩序的稳定性，双方都输了一部分，但都保住了最想要的东西。国王不再是暴君，但也不会被砍头，贵族不再被压迫，所以也不用担心每次都被重新洗牌。这是英国政治的第一层妥协，不是消灭对手，而是把对手呢改造成系统的一部分。用系统语言来说，国王的存在不是权力分配的问题，而是系统稳定性的设计。它就像一个保险丝，当政治冲突激烈到可能炸掉整个系统的时候，国家这个概念不会跟着爆炸，因为国王还在那儿，英国就还在那儿。好，现在国王的位置摆稳了，精英的谈判桌也搭起来了。问题来了，英国其实没有成文的宪法，很多关键规则啊，压根就没写在法律里。那凭什么大家都守规矩呢？答案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词，传统。什么叫传统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虽然没有人写下来，大家呢都在遵守。首相有多大权力，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所有人都知道你首相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议会该怎么开，也没有详细的操作手册，但几百年下来，每一个环节都有默认的规矩。大臣犯了丑闻怎么办？法律上可能没事，但按照传统啊，你得主动辞职，不是因为法律逼你，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该走了。请注意这句话啊，大家都知道你该走了。老查呢，这里举个具体的例子。2022年，英国首相约翰逊
因为疫情期间呢，在首相府开派对，违反了自己定的封锁规定。从法律上讲，他可以选择继续待着。英国议会虽然有不信任投票机制，但程序复杂，时间长。而在现实政治里啊，党内机制往往比正式程序更快、更致命。一旦党内大佬联合施压，你首相的政治生命就已经结束了。最后他还是下了台，因为舆论压力、党内压力、传统压力，让他知道你不能再待了。不是法律条文逼你走，而是整个系统的默认规则在起作用。再看一个更经典的例子啊，英国国王理论上有很多权利，他可以否决议会的法案，他可以解散议会，他甚至在法律上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呢，在现代英国政治里，他几乎从不使用。因为他如果真这么干了，虽然法律上可能没问题，但整个政治阶层会立刻认为你这国王啊违反了宪政惯例，然后会发生什么？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程序会立刻启动，但政治压力会迅速传导。首相会建议国王啊你该退位了，议会会讨论君主制的合法性，媒体啊会24小时轰炸，最终啊国王会在政治成本变得不可承受之前被迫自愿退出，不需要动刀，政治上已经处理完了。这就是英国政治的核心特征，规则不在纸上，在人心里。它靠的不是你违法了我抓你，而是你知道你不该这么做。当所有参与者都默认接受了这套规则，系统就能稳定运行。但一旦有人不守规矩，他面对的不是法律惩罚，而是整个精英圈子的排斥。用系统的语言来说，英国政治的稳定从不依赖硬约束，也就是法律条文，而依赖软约束，也就是共同的预期。每个人的行为都被一套长期形成的行为预期给锁住了。你不守规矩啊，不会坐牢，但你会失格。在这个圈子里，你就是个异类，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基本结束了。这里就有个好玩的问题了，这套软约束为什么能在英国跑得通呢？老查猜出来3个关键条件啊。第一个呢，是因为精英圈子呢，它本来就比较小，抬头不见低头见，生育成本高于一次性的收益。二呢，是演化时间长，规则啊是我们几百年里磨出来的，不是某天突然设计出来的。三啊，就是老查觉得西方政治里面啊比较难为可贵的一点，输得起的文化。今天输了，明天还能再来，没人需要破坏规则来保命。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治看起来慢拖没效率，但是也极少系统性的失控，因为所有参与者都在刻意的为系统本身留有余地。你可以骂首相，你可以推翻政府，你可以让对手输得很难看，但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升级为掀桌子，因为你一旦这么干，你自己啊也会被定义为失格者。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就有点似曾相识了。对的，我们在上一集讲美式民主的时候也提到过类似的东西。美国的系统也不完全靠法律，三权分立看起来写得清清楚楚，但真正让它运转的也是各方愿意在规则内玩。如果有一天总统真的想突破宪法，国会真的想彻底撕破脸，法院如果真的想无视判例，那三权分立呢也拦不住。那这里呢有个关键的区别，美国的系统呢是用冲突来制衡，他假设所有人都会想越界，所以设计了互相卡死的机制。总统想干坏事啊，国会会拦你的；国会想乱来，法院会管你；法院你想失控，总统和国会会一起收拾你。他是把不信任写进制度设计里面的。而英国的系统呢，是用默契来稳定的。他假设精英都知道规矩在哪，所以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写死。首相知道自己的边界，议会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手，国王知道哪些权利不能碰。他是把信任啊藏在了传统里。所以大家看啊，美式的民主像个防弹系统，它的设计逻辑是假设所有人都不可信，那怎么让系统还能跑呢？而英式的民主呢，像个俱乐部，它的设计逻辑是假设所有人都守规矩，那怎么让系统不用写得那么死呢？这两套系统哪个更好呢？其实没有更好，只有更适配。美国的这套能在一个高度多元、互相不信任的环境里运转，而英国这套呢，只能在一个精英圈子小、彼此熟悉的环境里跑得通。如果美国用英国的模式啊，可能第一年就乱套了。如果英国呢用美国的模式，可能又会觉得太吵、太慢、太私。所以我们现在在猜的不是谁的民主更高级，而是不同的系统用什么机制在稳住自己。美国靠制度化的冲突，英国靠软性的默契。这两个模块啊，未来可能我们都会有用。好，回到英国啊，用一个不太学术但很准确的词来形容，英国的政治靠的是绅士协议，不是法律第一，而是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干，而且你也默认我不会这么干。这是一种声誉高于权力、体面高于胜负的政治文化。那么现在传统解决了为什么大家守规矩，但光有传统还不够啊，因为真正激烈的权力斗争还是会发生的。
那英国是怎么把这些冲突关进笼子里的呢？答案是内阁制。很多人以为内阁制不就是首相加一群大臣？但英国的内阁制呢，真正的功能不是分权，而是把冲突提前消化掉。我们先复习一下美国美国总统和国会呢是分开选的，总统可以是民主党，国会呢可以是共和党，然后呢两边天天撕。总统说我要推这个法案，国会说不行，我不批。总统说我要任命这个人，国会说不行，我不同意。这叫什么？这是制度化的对抗，冲突是公开的、激烈的，甚至是表演性的。英国可不玩这套，英国的首相是从议会里面选出来的，哪个党在议会里占多数，哪个党的领袖就当首相。然后首相呢再从议会里挑出一群人组成内阁，也就是说首相和议会是一体的。首相不是和议会对着干的人，而是从议会里长出来的人。那冲突去哪了呢？冲突被关进内阁里了。内阁开会，所有大臣坐在一起讨论、争吵、妥协。财政大臣说你这个政策太贵，我没钱。内政大臣说不行，这是我的优先项目。外交大臣说你们都别吵了，现在国际形势更重要，我更需要投资。然后呢首相就出来调停，好了，我们呢该找个平衡点。最后内阁形成一个统一的决定，然后呢所有人必须对外一致。就算你在内阁会议里反对的要死，一旦决定做出来了，你在公开场合就必须支持这个决定，这就叫做集体责任制。如果你实在受不了，你可以怎么办？辞职咯。但你不能一边待在内阁里一边公开唱反调，因为那样的话整个内阁呢就会看起来四分五裂，政府的权威就没了。所以大家看英国的内阁制设计逻辑是什么？把冲突限制在小圈子里，让外人看不见的地方提前和解掉。不是没有冲突，而是冲突不允许溢出到公开场合。美国是把冲突放大、制度化、表演化，英国是把冲突缩小、内部化、提前化。这一点呢在目前老共的治下呢还有一点相似。这带来什么效果？第一，显而易见的决策效率很高，一旦内阁形成决定，首相可以直接推动，不用像美国总统那样天天和国会扯皮，因为首相本来就控制着议会的多数。第二呢是冲突不会失控，所有的撕逼都在内阁会议里完成，等大家走出那扇门，大家必须统一口径。这样一来政治冲突不会变成公开的戏剧，不会每天上演政府内讧的大戏。第三呢就是首相的权力很大，但也很脆弱。首相看起来好像很强，他控制内阁、控制议会、推动政策，但他的权力完全建立在党内支持的基础上。一旦党内大佬觉得这个首相不行了，他们可以直接把首相换掉，不用等选举，不用经过复杂的弹劾程序，直接党内投票，首相下台。我们来看几个例子1990年，著名的撒切尔夫人铁娘子撒切尔连任了3届首相，最后不是被选民赶下台的，而是被保守党内部逼下台的。2016年卡梅伦下台，脱欧公投输了，他自己辞了职。2022年约翰逊下台，不是因为他选举输了，而是因为保守党内部觉得他不行了。大家看到了吗？英国首相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宪法的授予，而是来自于党内的共识。只要党内支持你，你就是英国最有权力的人。一旦党内不支持你，你瞬间就得走人。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首相看起来权力很大，但实际上活得很小心。用系统的语言来说，美国的系统是选民对总统的直接授权，而英国的系统呢是选民授权党，党在选择首相的间接授权。选民的权利被放在了批量清算这个环节，而不是实施监督。这样的英国内阁制是一个精英和解引擎，它的功能不是防止权力集中，而是让权力集中的同时保持内部和解。首相很强，但他的强呢必须建立在持续的内部妥协之上，一旦妥协断了，首相就倒了。我们这里再看个细节，美国的总统可以和国会天天撕到天昏地暗，但只要他不违法，他就能做满4年。英国的首相可能刚上台没多久，党内一个不满意，你就得卷铺盖走人。所以美国的总统更稳，但政府呢更难推动事情，而英国的首相更弱，但政府呢可以快速决策。美国的设计是宁可慢也不能失控，英国的设计是可以快但要内部和解。这时候可能朋友们会问那选民呢？英国人不是也要投票吗？他们不是也要选举吗？对，他们是要投票的，但英国选民投的不是首相，他们投的呢是议会席位。每个选区选一个议员进议会，然后呢议会里哪个党占多数，哪个党的领袖就自动成为首相。也就是说选民只能决定哪个党上台，但不能直接决定谁当首相。我们再看个具体例子2022年英国在1年之内换了3个首相，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选民投票了吗？没有。但这3次首相更替全是保守党内部的操作。因为保守党在2019年的大选中赢了，
拿到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所以在下次大选之前，不管首相怎么换，都是保守党内部的事，选民只能在电视上看着。那选民的作用是什么呢？选民的作用是每隔几年判一次党的生死。你这个党干得不好，下次大选呢我就不投你。你这个党输了大选，对不起，你整个党都得下台。不是某个首相下台，而是整个执政团队都得走人。所以大家看啊，英国的选举逻辑和美国完全不同。美国的选民选的是人，我投票给川普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我投票给拜登是因为我信任这个人。英国选民选的是党，我投保守党不是因为我喜欢约翰逊，而是因为我认同保守党的政策。至于保守党派谁当首相，那是他党内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也不是我能管的。这带来什么效果呢？第一，首相对选民的责任感其实没那么强，因为首相知道自己的位置主要靠党内支持，而不是个人魅力。只要党内大佬满意，选民骂两句也没关系。但如果党内不满意，就算选民还支持你，你也得走人。第二呢，就是政党的纪律性很强，因为选民投的是党，所以党必须保持高度团结。如果党内天天撕，选民就会觉得你这个党不行嘛，下次大选我就不投你。所以英国的政党内部冲突再激烈，对外也必须统一。第三呢，就是选民作用被延后了。选民不是实时监督，而是定期清算。你这届政府干得好不好，我不会马上赶你下台，但我会在下次大选时用选票告诉你答案。所以英国选民不是不重要，而是他们的作用方式不同。美国选民选人，所以总统呢必须直接对选民负责。英国选民选的是党，所以首相主要对党内负责，只有在大选时才会对选民集体交账。好，我们回到主题现在内阁制解决了怎么和解，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英国这套系统为什么能跑300年不翻车？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有一个其他国家很少做到的特质，它几乎不革命。朋友们可能会说，等等，老查，你刚才不是说英国不是有光荣革命吗？是，但那场革命其实它一点都不革命。1688年的光荣革命听起来很激烈，但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呢？国王詹姆斯2世因为想搞天主教复辟，惹毛了新教贵族，然后贵族们怎么办？他们把国王的女儿和女婿从荷兰请回来当国王，根本就没有大规模的内战，也没有公开处决，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是一场非常合法的政变。旧国王呢就跑了，新国王呢就来了，贵族们和新国王重新谈条件，搞定。这就是英国式的革命，不推翻秩序，只调整权力。他们不想砍掉王位，只想换个愿意合作的国王。他们不想重写规则，只是想让规则更有利于自己。那我们又要对比一下法国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个才叫真革命国王路易16被挨死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利特也被挨死头，大批的贵族都被挨死头，整个旧秩序被彻底推翻。然后呢，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上台，再挨死一批人，拿破仑上台变成新皇帝，复辟，再革命，再复辟。法国从1789年到1870年换了5个政体，而英国呢，从1688年到今天，君主立宪的基本框架始终没有被推翻过，王室还在，议会还在，内阁制的核心逻辑也还在。当然权力分配调整过无数次，选举权呢扩大过无数次，具体规则呢改了又改，但系统的底层结构，君主象征，议会实权，内阁执政，这套框架从没经历过法国式的推倒重来。那为什么英国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把革命当成最高成本的选项。英国人的政治哲学是改革可以，但我们不能一次性把整个系统推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工业革命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选举权了，怎么办英国也没有发生革命，而是议会主动改革，扩大了一部分选举权，不是全民民主化只是让一小部分人进来。1867年第2次议会改革，工人阶级也要求选举权，怎么办那就继续改呗，再扩大一点，不是一次性给所有人，还是一步步慢慢来。1918年、1928年，女性也要求平等权利，那怎么办呢？先给一部分女性投票权，也就是在1918年，然后呢，再给所有女性投票权，也就是1928年。每次都是半套方案，每一次呢都是缓慢推进。大家看到规律了吗？英国的改革永远不追求一次性正确，它的逻辑是慢慢改，总比系统崩掉好。半套方案总比没有方案好，错了可以再调整，但不能让系统炸掉。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多国家看来简直保守到令人发指。为什么就不能一步到位？为什么就不能彻底改革呢？为什么还要拖这么久？但在英国人看来，这恰恰是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一次性推倒重来风险太大，谁也不知道新系统会变成什么样，
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谁也不知道混乱会持续多久。所以宁可慢，宁可拖，宁可不漂亮，也是不允许制度被一次性压上赌桌。用系统的语言来说，英国政治的优先级从来不是效率，而是稳定性。它解决问题的顺序是：第一步，确保系统不崩；第二步，在系统内调整；第三步，慢慢达到目标。而很多后发国家的顺序是反过来的：第一步呢，设定一个完美目标；第二步呢，推翻旧系统；第三步呢，发现新系统也有问题，再推翻。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可以在300年里不断扩展选举权，不断调整权力结构，不断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但几乎没有经历过那种非此即彼的制度断裂。因为对他来说，政治从来不是一场证明谁更正义的斗争，而是一场如何让系统继续运转的管理工程。好，讲到这里老查已经把英国的民主系统的4大特征讲完了：贵族协商的延续，传统高于法律，内阁呢作为和解引擎，并且呢还有不革命的改革路径。但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会发现这4个特征背后其实呢藏着几条更底层的规律，这也许才是他们真正能让这套系统跑起来的原因。第一条，精英之间必须输得起，这是最关键的一条。英国的政治之所以不会失控，是因为所有参与者都知道，今天输了我明天还能再来。你的政党输了大选没关系，几年后再选。你的首相被党内赶下台没关系，你还能当个议员。你的政策被推翻也没关系，换个思路再来。输不是世界末日，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输意味着可能被清算，失去人身安全，甚至面临生命危险，那会发生什么？那肯定是所有人都会拼命的抓住权力不放手，所有人都会把每一次博弈当成生死之战，系统就会迅速走向极端。第二条叫做规则的权威必须高于一次性的胜利。英国精英的共识是，破坏规则赢一次不如守住规则下次还能赢，因为如果规则被破坏了，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第三条呢，叫冲突必须限制在政治层，不能溢出到文明层。这点很有格调。你恨的是一届政府，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本身；你反对的是某个政策，而不是整个系统；你要推翻的是某个首相，而不是君主立宪制。只要冲突不扩散到整个系统的正当性，系统呢就不会崩。第四条呢，就是长期主义必须压倒短期效率。英国人可以接受改革很慢，因为他们更怕系统崩掉。这是一种极其冷静的成本计算，慢可以忍，拖可以忍，不漂亮也可以忍，但不能赌，不能炸，不能让整个系统一次性翻车。我们其实就该问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了：英式民主之所以能运转，并不是因为它的制度设计有多精巧，而是因为它建立在一整套长期沉淀下来的行为假设之上。这套系统默认精英会输得起，失败不会被清算，规则被破坏比输掉权力更可怕，政治对手不是敌人，而是下一轮可能共事的人。这些前提一条都没有写在法律里面，他们来自几百年的社会演化、阶层结构、历史记忆，以及一次次差点翻车但又被拉住的经验积累。也正因为如此，这套系统极难被复制，不是因为别的国家不文明，而是因为你无法要求一个从没形成过这种默认克制的社会突然开始假设所有人都会自我约束。制度可以进口，文本可以翻译，但对输的态度、对失败的容忍、对对手的理解是无法速成的。好的，让我们把这一集拆出来的模块重新整理一遍。第一个模块，精英内部的协商文化；第二个模块，传统高于法律的软约束；第三个模块，内阁作为和解引擎；第四个模块，渐进改革而非革命。这4个模块听起来很温和，但他们前提的条件比美式那套还苛刻。美式的民主需要什么？地理安全，能承受内部冲突，白纸起点，权力天然分散，移民社会，接受多元对立。英式的民主需要什么？精英规模小，互相熟悉，演化时间长，规则自然沉淀，社会共识性强，所有人都输得起。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14亿人口，精英圈子能有多小？千年皇权传统，输从来不是可以承受得了的。而且现在推的是什么？快速现代化，哪来的时间慢慢沉淀规则所以英式这套不是更温和的民主，而是一个更难复制的模块。它不是靠制度设计，而是靠文明底层的行为习惯。这种东西如何装进老爷车呢？是个问号。不过呢，老查从英式系统里拿出了一些东西，可能呢是值得单独提取的。第一个模块就是声誉约束机制，它的核心是让失格的代价大于违规的收益，它的适用场景是精英规模可控的治理系统。第二个模块呢是渐进式的纠错路径，用连续的小调整来代替一次性的大赌注。
它的适用场景是那种不能承受制度断裂的社会。第三个模块呢是象征性的权威容器，把国家连续性从政府耕地中给分离出来。它的适用场景呢是一个需要长期稳定叙事的政治系统。这些模块不一定要照搬整套英式民主，但可以作为局部改良的参考。好，今天我们已经拆完2集了。第一集呢，美式的民主用冲突换纠错，用撕裂换更新，前提是地理安全、白纸起点和接受对立。第2集也就是本集，英式民主用默契换稳定，用传统换和解，前提是精英小圈子加长期演化加输得起。大家会发现这2套系统几乎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个呢是防弹，一个呢是俱乐部。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作恶，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守规矩，但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都需要极其苛刻的前提条件。那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国家既没有美国的地理安全，也没有英国的精英默契，但他们呢有另外一种优势，人口小，族群同质，高度信任，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北欧模式，一套建立在高信任之上的系统。但这套系统呢，可能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模式里最难复制的一个。我是查尔斯老查，一个研究与 AI 共生的中年工程师，这里是末世过河。下期节目我们猜北欧的民主，记得订阅、转发、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